我先帮您开1周的量，没有依赖性，放心吃。没事。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李长宁，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科？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而且短期之内不止1次。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是想帮你看看，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失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第1天哭哭可以，第2天就该删了拉黑，第3天该吃的就吃，该玩的就玩，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嗯？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那句话你可以不听。有的时候，即使一个人也挺好的，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一双人吗？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我没有啊！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你给他买手机，在外面租房，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取卵之后，至少14天不能同房。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你那完全无防护的性生活，你这么严重的感染，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他真的有在乎你吗，李长宁？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生孩子了？那要看你了。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听到了？什么声音？她的脚受伤了。对呀，被她男朋友咬的。怎么会这样？还好店员及时发现，不然差点被咬死。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母亲、子女幼崽，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你男朋友咬你，你很伤心吧？但同时也很坚强。但他很快就想通了，不仅不再伤心，还狠狠地咬了回去，让自己死里逃生。我把它买回来，但我最近忙，还没有时间照顾好它。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它的伤养好的时候，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这个小马是干妈最喜欢的，说是干爹送给她的。干妈走了，干爹一定比我们还要难过。那我们就替干妈收着。难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这把房子都押上了。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他还清贷款那天，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你说他怎么会舍得？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了？因为加了杠杆以后，一旦出现亏损，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血本无归。那什么都可能压上。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说挺正规的呀。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哎，你跟小乐没事了吧？啊，没事了。多亏罗医生。罗医生，是什么罗医生？你不认识，是个心理医生。啊，你就用这个查？这我都查过了，没有线索才来找你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渠道呢。我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你让我查个天气预报行？行吧，那我走了。你还不下班？我今天加班。哟，不好意思啊，打扰你。别，对，那个钱，如果一定要还的话，我这儿还能拿回。啊，不用，怎么着也轮不到你这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先走了啊。行，你别太着急啊。我们在简雷雷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抱歉，女士，您这些物品我们店不能收。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这些都有发票的。现在奢侈品市场仿冒严重，不少仿品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全套包装，甚至信用卡、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这几件价值最高的，这几个包，这块钻表、手镯，我们确认都是仿品。仿品？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那这个小马呢？下一，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也是仿品。
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李警官，叶老师，什么事儿？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说聊得还挺好，有这么回事吧？有。当时他刚救援回来，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蕾蕾父母了。见谁呀？见我？我俩没见着面儿。啊？不是，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问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他知道简蕾蕾母亲在医院嘛，就说先去找你们，问能不能等他回来再做笔录。我说可以，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闽州，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回来再弄呗，这事又不着急。你人都没见到，你居然就同意了？哎，你怎么当情人？你怎么做警察的？你简直就是玩忽职守！不是，杨老师，我们办案讲证据，是吧？简蕾蕾畏罪自杀，证据完整，链条清晰。单就这个案子来说，结案没有任何问题。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我全查了，人家又没结婚，啊，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做个笔录而已，他也不是犯罪嫌疑人。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说他见过你了？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他电话打不通，送给蕾蕾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奇怪的事情我会查，好吧？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我没说办案机关，我说的是你。叔叔，蕾蕾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意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没有啊。我听说夏意经常给你们寄保健品，那保健品的包装袋或快递单号什么还有吗？都是小夏买的，让蕾蕾寄给我们的。那夏意和蕾蕾回老家，你们有没有拍过合影？怎么出什么事了？没事没事，我就是想把和蕾蕾有关的东西整理一下，算是留个纪念吧。谢谢你有心了，不过没来得及拍，他们俩赶上个周末，忙忙叨叨的来，待一天就走了。好，没事了，叔叔，我挂了啊。夏意，俩女的，一老头，还有一服刑的没了呀。啊，胡所的年稿写完没？快点，催了。写着呢，写着呢。小王八蛋，人民警察都敢骗。胡所，干什么呢？这是？哎，这谁让你查的？快给我停下！你给我说清楚。是我，重要情况，我严重怀疑啊，那个夏意用的假身份。我刚用咱们系统查了，这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还有啊，他用那手机号找号贩子买的，就用了这么半年，而且几乎只和简蕾蕾通话。他租车用的身份证都不是他自己的，用了店员的。你说他这么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他一查，行不行？师傅，行不行？那这汽车包我都查了，就没有夏意这个名字关联的公司，失信人员名单上也没有这个名字。我又查了一遍和蕾蕾的聊天记录，她没有给我发过夏意的照片，手机联系不上，一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吗？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呀？那如果真有事儿的话，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别跟我提警察，遇到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孩，什么都不懂，还跟我打官腔。严家乐啊，
你这都出来5回了，这次你要拿什么呀？你都有女朋友了，干嘛还来找我妈呀？你瞎说什么啊？我跟你爸爸在谈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哎，对了，乐乐，以前你跟干妈干爹出去玩，你们都会去玩些什么呀？就看电影、吃饭什么的。除了吃饭、看电影，还会做什么？上次泡温泉，干爹也去了，他游泳可专业了。他这里还有一道好长好长的疤，说是有一次救援时被沉船的锚划的。你给他们拍过照片吗？你又不给我买手机，我拿什么拍啊？这借口找的。还有什么呀？干爹打游戏可专业了，他之前还带我一起上分呢。打游戏？就是这个。呀，你都有这个皮肤了？哎，怎么了？干爹把账号注销了。一般人不玩，顶多就把号放着，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说您喜欢这小玩意儿，给您带了一包。我还给您带了些零食，孙姐，就我带这些东西，全都是既好吃它又不长胖的，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孙姐。姐什么姐？我都能做你妈了，大微笑。孙姐开玩笑啊，这孙姐多年轻啊，当我妈呢，我叫您姐我都显老。你试一试，真挺好吃的，孙姐。要画像先立案。姐，帮个小忙，行不行？你就先画。而且就算啊，我是说就算，我帮你这个忙，画这个像，那也还要你的目击证人描述的足够准确啊。准确，一定准确，姐。老师，大学老师，哎呀，你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骂人都不带脏再准，那也还有我听和理解的误差呢。没有误差，我孙姐怎么可能有误差？开玩笑。别打岔，你听我说。模拟画像是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素描。描述者的嘴巴和我的耳朵都不是照相机，不可能100%的还原被画者的容貌。即便做到最好，也会存在起码15%的误差。这么说吧，你要是拿模拟画像去做真人比对，那兴许是有用的，因为还有神似这一说。但是如果你把模拟画像交给计算机做人脸识别，机器的算法里可没有神似这一选项。但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就算你有我画的这张画像，在户籍系统里做照片比对，你有功夫在这几万张甚至10几万张照片中大海捞针，还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去找找别的线索。东 A4728K 是一辆路虎，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系统已经查过了，真没夏意这个人。大姐，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警察？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用了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没必要报警吧？抱歉啊。喂。哎，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我把他那个
张宇。小张，哎，麻烦你帮我跑一下手续。又要去港岛？是啊，他们都是我实习时候认识的老病患，感情特别好，放着不管我不放心，麻烦你。嗯。哦，对了，那个李长宁，他这2天的状况也好多了，他妈妈也能跟我们开玩笑了。是吗？嗯。我这儿有张图。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你要是想起来谁闻过，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老陈，有人闻过这个吗？这个是美杜莎之眼。没有。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傻该。麻烦你了。哦，没事。威哥，哎，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没见着人。外勤呢，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我和东子刚抓完，正往回押呢。哎，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意的资料，你看了没？谁？夏意。啊，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也没人立案，你想让我查查？那这么的吧，你要忙的话，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好，挂了啊。钱雷雷调入我行 VIP 服务部时间不久，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活动啊，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没有发现2位所说的夏意的名字。那这种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没有。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的。这个周新胜是，咱们是首富那个周新胜？对，就是他。里海商业银行红酒拍卖会，简雷雷确实在。你好，您是这儿老板吗？对。那个，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闻过类似这样的纹身？这外面围的一圈，类似是这样章鱼的触角。我这儿一般都原创啊，你这图差点意思，没见过。哎，毛人，女胖。这个图要不您留着，万一您想起来，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这有我的手机号。行。休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回去让常宁好好休息。我还给他挑了几本比较好读的专业书，他要是有时间就让他看看。谢谢了，谢谢严老师。回去还要麻烦你仔细观察常宁的情绪变化，他有任何异常，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联系罗医生都可以。真的谢谢了，我们全家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别这么说，常宁能好好的，这比什么都重要。是。都收拾好了吧？啊，差不多了。哦，这是出院手续。好。罗医生今天没来啊？哦，
他今天去港岛出差了，所以昨天就把所有的出院检查都做好了。你是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帮你转告。哦，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当面再谢谢他。哦，那你们有事再喊我。好，谢谢啊，谢谢哈。来，放这儿吧。真是谢谢了，哈，都收拾好了啊，差不多了，没有落东西了。杨老师，罗医生说您应该会来，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儿子，说拜托帮他照顾2天。哦，好。要注意他的右脚，之前受伤了，罗医生帮他治好了。张宁，回家好好休息，听妈妈的话。羅醫生，好多謝你啊！特登過嚟睇佢哋。應該嘅。阿心話：羅醫生喺邊啊？佢好掛住你㗎。係咩？係啊，喏，阿生喺呢度。羅醫生好。好耐冇見。係啊。Hello, Sam. How have you been? You look good. 珊珊，羅醫生又嚟睇你啦。珊珊佢近排情緒穩定好多㗎啦，冇咩異常啊。呢個動作我上次嚟好似冇見過。係咩？佢呢排都係咁㗎。係啊。Sam, may I? Thank you. 仲以為係好轉嘅跡象。圈里这人给客户闻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梦里人。
李总啊，您说的都对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2个段落上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儿。刘总，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喂，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这什么玩意儿？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好，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哎，怎么了？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见。不是你们干嘛吃了？怎么还没轰走啊？不好意思，我们刘总在开会。哎，抱歉，刘总，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不好意思，真的不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你说的这个简雷雷，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还有，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不是什么蛇呀，什么章鱼触角，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个简雷雷，我也压根不认识。你要有任何怀疑，你报警去，你别跟我这儿添乱。刘总，我的好朋友简雷雷在去世之前，他抵押了房产，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住嘴！怎么回事啊？可心，你怎么来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不是，没有，甭理他，有病！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对不起，他脾气不好。还不走啊？我叫保安了啊！没吓着你吧？他是谁啊？我不认识啊。怎么样？产检怎么样？可好了，是吧？怎么不上去啊？你有女朋友了，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没事，你要想你，咱这说也行。怎么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跟雷雷有一样纹身的人了。我看看，是个游戏公司老板，他叫刘平，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哎，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没有。哎，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雷雷认识啊，或者是有某种联系。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但他有老婆了，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你看，看着像是个白富美。他缺钱，他老婆又这么有钱，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是吗？杨老师，你看看，照片里有夏意吗？我结束了呀，一会儿就回去了。好的。你好，你是刘总太太吧？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对，是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不，你误会了。我是大学老师，我姓严，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那是我的好朋友。
他前段时间自杀了，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怎么会自杀呢？这也太可怜了。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看过你的微博，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你什么意思啊？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严小姐，你太过分了。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不好意思，于小仙，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我道歉。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你要是再骚扰我，我就叫人了。对，哎，张姐，你说太对了。能被骗的肯定都是因为太恋爱脑。你让那骗子骗我张姐一个试试。你开玩笑，恋爱脑，我张姐一巴掌给他扇成脑萎缩脑。行，哎，那你如果碰见类似的报案，你跟我说一声啊。好嘞，好嘞。哎，导弹，李胖，哎，你们那最近有没有？你干嘛呢？怎么那么吵啊？找我什么事儿啊？师傅，师傅，不是，慌什么呀？你这是？我最近啊，跟我同学什么的打听，问了好几个，说是一开始谈恋爱，最后骗人钱的案子，我觉得跟简雷的案高度相似。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这不，那个导弹他就不是，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哪片区的？报告胡所，我是小李大学同学，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报告了所长。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那怎么不穿警服啊？今天我休息，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说事，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有个女的要跳楼，然后救下来以后，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然后她的钱就被骗走了，然后那个钱呢，是她和她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然后她就被她老公打了，然后呢，她就心情不好。然后，第一，这作案手段不一样，一个是网上，一个是真人，再一个，作案结果不一样，一个是骗着钱了，一个是没看出骗钱。那我问你，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拿谁立案？你跟这瞎点什么头？你说案情，你说都到点上，那你说，那女的就他们揪下那女的说，在网上骗她那骗子，除了人好，还特别有爱心，最关键的是，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是不是？对，我忘了。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说这个人海洋知识特丰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叫同柱熟肉。你怎么知道？他未婚夫是叫夏意，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加ICU的。螃蟹叫同柱熟肉。
妈妈，这仓鼠会不会晕车呀？一定要把它带上吗？要不，我们请冯阿姨帮忙照顾几天。你忘了，冯阿姨她最怕老鼠了。我会跟外婆好好说，她很干净，一点也不脏的。你好，罗医生。对不起啊，严老师，你给我发了那么多条信息，我现在才看到。啊，我就发了2条。这2天我出差，没顾上看手机。你有需要我什么帮忙吗？是这样的，我想带小乐回几天老家。我听了您的建议，想让他和干妈好好做个告别。然后这只仓鼠……哦，不方便带是吗？哇，真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想帮小乐疏解心情的，想不到现在反而成为你们的麻烦。不然这样吧，你多放一点食物给他，2、3天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因为我在港岛工作还没完，我今天赶不回去。哦，那算了吧。那我们还是带着吧，把仓鼠自己放在家里，万一没吃的喝的，我们也不放心。真是为难你了。等你回来，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啊，不用不用。有，答应我。我也想当面谢谢小乐。好。太好了，一言为定。你开车小心点。回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好了。就先不聊了，我还有病人。回来见。啊，好，再见。开车看路。头抬一点点。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喝醉了，回家之后，他直接就倒在床上，我就说给他倒杯水。然后呢？然后我打他了。然后他起来，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打我。你为什么打我？打你？我打你需要理由吗？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你。好。不要！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错了就完了。老子不许吃不喝的，你嫌弃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回去之后，他好像一直问我说，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所以你就打了他。所以我他妈王八蛋吧，我王八蛋，我对不起他。多好一媳妇儿对不起他啊！被你打成这样，听说要拘留，还替你求情。他真要和解？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
干爹会来吗？应该不会吧？他好像挺忙的。干爹是不是太难过了？干妈走之后，他连游戏都不玩了。干妈看不到他，会不会很难过？走吧。李外婆，你们怎么搬到这里来了？这儿也太破。乐乐啊，不可以乱说话啊！原来的房子卖了，现在只剩下我跟你蒋外婆2个人，这一间也就够住了。叔叔，我想跟你说一下蕾蕾的房子。蕾蕾之前，她把房子给抵押了，现在对方要来收走房子。我应该想得到，这孩子我是太了解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会动别人钱的。对，是我们小许的照片。在这之前，你们警察同志不是来调查过吗？你们要找的人啊，不是他。还有别的警察找过他呀？是啊，不但有警察，而且还有2、3个的小姑娘，说是小许和他们网店，让他们投资，骗他们不少钱。邢师傅啊，你那儿有你们救援队所有队员的合照吧？有啊。小许啊，可是我们队的好小伙子啊。前一段时间出任务的时候，救人受伤了，一直都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的。也就上一周，手刚刚能动一下，人家时间一对啊，这人根本不是他。喏，人都在这儿了。哎，好。你这是哪一个王八犊子？用小许的照片坑蒙拐骗的，太缺德了吧？这里边没有这样夏意的吗？我们队没有姓夏的，有个女的也打电话问过，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志愿者过来帮忙，但是那就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了。啊，行，啊，谢谢您啊，哎，谢谢您，慢走。然后之后咱留个方式，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线索，立马联系你。好啊，好，来，给我电话，你自己。好，我记下一下，来。妈，我好想你。你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很害怕。我好想见见你，可是我怎么都梦不到你。我梦到他了。哎，小夏，你来了。小夏来了。阿姨，干爹。5期了，我相信蕾蕾会回来看我们的。蕾蕾，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我们说好的，婚礼的时候就用你最喜欢的郁金香作为手捧花。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了。小乐，又长高了。一会儿我要去交墓地管理费，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到底是谁？你对蕾蕾做了什么？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蕾蕾说过。其实我不叫夏意，我是一个帕昂华侨，家里呢是做宝石生意的。这1、2年，慢慢把生意交给了我，让我过来开拓中国市场。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夏意。那蕾蕾出事了，你为什么都不敢去见警察？你知道，一块宝石值1万或者是10万，甚至是赌石，这里边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家里生意这么多年，也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这1、2年，我都是尽量避免跟警察打交道。所以你就骗警察，告诉他们你是做什么救援的，都是假的，对吗？不完全是骗人。生意不光彩，我心里有数，所以我总想着做点善事，就算是给自己赎罪吧。可是参加正规的救援队，那是要去民政局登记的，没办法，我只能是过去帮帮忙，做做志愿者。这个事儿蕾蕾也是知道的。那蕾蕾知不知道？你送给她那些表、包都是假的，我拿你送给蕾蕾的东西拿去做鉴定了，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一件。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都是我陪蕾蕾亲自在专柜挑的，那都是有小票的呀。我给你看消费记录，好吗？算了，你看这个吧。哎，看看怎么样？你真的觉得好看吗？好看啊！但是会不会有点贵啊？而且这个镶钻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就得要夸张的，我老婆就得配这种不灵不灵的，闪瞎你那些富国客户的眼。讨厌，买单了。蕾蕾啊，一定是缺钱了，所以把那些真的卖了，又不能让我知道，还得给换成假的。蕾蕾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啊？有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我曾经无意间在蕾蕾的手机里发现过那种照片。哪种照片？就是拿着身份证拍的裸照。你说，蕾蕾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不可能啊！这个是你在游戏里用过的头像，蕾蕾的纹身有章鱼。如果她的纹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也要用章鱼图案来做头像？为什么？因为我爱蕾蕾。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我之所以主动换成这个头像，就是为了让蕾蕾知道，我并不介意她的过去。不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知道，在蕾蕾心里，你和小乐比我重要的多。他那封遗书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提到的全是你们，不是吗？你可以拿去核实，大不了牵扯出家里的事儿，我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境，永远回不来就是。我会的。当妈每次给我削苹果的时候，
也会笑成这样小兔子的形状。那你就多吃点儿。嗯。来了。墓地的事儿处理完了。都处理完了，放心。赶紧坐会儿。我不做了，我们得去我妈那儿了。哦。乐乐，走吧。秦外公，今晚能帮我照顾一下小仓鼠吗？没问题啊。明天我就拿走。不要麻烦简外公了。哎呀，瞧你说的，就放这儿吧。你妈妈她那么爱干净。蕾蕾小的时候养了只小猫，下了崽送给你，你都没敢要。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明天来接小仓鼠的时候，我就又能见到小乐了，对吧？真乖，真乖。哎呀，为你妈妈好啊！你们先走了。哎，赶紧去吧。拜拜，简外公，简外婆。慢点哈。哎。你今天干嘛就感觉这么凶？干妈走了，她已经够可怜了。你很喜欢干爹啊？当然了，他不仅对我好，对干妈更好。每次干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笑得好开心。可以吗？可以。在老婆家不可以调皮，知道吧？啊。妈。外婆。小乐，来，进来。来，换鞋，换鞋。对。别忘洗手啊。你先进去。小乐乖，来和你妈一起吧。爸，我们回来看妈了，小乐要回来了。外公，妈妈跟我说，她一直很想你。她还好意思说？回来也不先看自己的亲人，倒跑到别人家里去尽孝。可是今天是我干妈的忌日，干妈。可什么可是？沙文香在吃饭。哦。来，小乐，睡觉了。等一下，我还要把 iPad 里干妈的照片整理出来转发给简外公呢。那还得睡觉，你看都几点了？哎，等一下。听话。哎呀，等，哎。你呀，也别太惯着小乐了。蕾蕾的事情对他影响蛮大的，而且他也是好意。我是不该说死人的坏话，可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太自私了，让一白发人送黑发人。说这蕾蕾她真也做得出来啊？什么事儿直当自杀去啊？太脆弱了。妈，我给你买了个洗脚盆，没事你泡泡脚，对身体好。哎呀，我不要，你又乱花钱。别动，
这是给你爸的。你回临海以后啊，去看看你丁叔叔，他现在身体不太好。他怎么回来了？哎，说是癌症，国也看不好，还是想回来落叶归根。我最近学校挺忙的，可能会抽不出时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眼里就你自己那点事儿，你知道人家给咱们家帮了多大的忙吗？我们学校被裁撤并转，要不是丁叔叔出面帮忙解决，你知道我的退休金得少拿多少？生了病，医保得少报多少钱吗？妈，你要是钱不够用，可以跟我说呀。这是钱的事儿吗？在你眼里、心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家。你丁叔叔只不过是你爸当年那个小跟班，都比你重感情的多。每逢过年过节都寄东西来。这次也是，我没有求人家，是人家自己听说了主动帮着办的。这不，你倒还挺不高兴的哈，莫名其妙。让你去就去，别跟小时候一样不懂事。好听吗？好听，谢谢爸爸。师傅，你也听见了，又是毒螃蟹，又是救援队的人，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您让我再查一查，开封介绍信让我去出入境管理局核实一下，求您了。电信诈骗这个情况，我已经和刑侦的同事联系了。不一样，他们那人没露过脸，他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照片就当头像了。这个夏邑他是活生生的人呐，这多好一突破口啊，是不是？你自己分内的事干完了吗？干完了，报表，还有月度总结，还有您要的那个5000字工作汇报，我全写完了，一个标点符号没少您的。那《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呢？《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李哥，胡所让你帮他跑一趟，说咱们辖区有个外国人签证到期还是怎么的，让你去出入境管理中心问一下。哎，你这种事儿打个电话问，打个电话就。介绍信给你开好了，
本职工作也不许耽误啊。是严玲吧？坐呀，坐呀。我妈妈退休的事情，谢谢您。嗨，她一个人不容易，你顾不上，我可不得搭把手吗？快坐吧。啊。这些年啊，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来办了，这你都知道啊。谢谢。哎，我可不图这声谢谢啊。这么些年了，完全没有音信，还故意躲着我，真让我寒心呐。你妈妈都跟我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非常好。你爸知道了，肯定也会很欣慰。哎，确实。当年有很多事儿啊，确实咱们俩都有问题，应该找机会说开，你说呢？而且我离婚了。你的药量，我觉得只要他的精神状况稳定就够了。好的，罗医生，我们后续再讨论这个问题。没问题，随时找你。好的，以后多多合作。好，再会，再会，何主任。严老师，啊，这么巧，罗医生，我刚看背影就像你，你不是回老家了吗？对，啊，我今天早上刚刚回来。哦，我就说嘛，你既然回来了，不会故意不通知我。哦。衣服怎么了？不小心弄脏了，估计也洗不干净，就扔了。我来这里帮忙会诊。这里有个重症的病人，手术完之后出现了谵妄，意识不太清楚，差点把输液管给拔了。哟，你呢？你来看医生？我来看个亲戚。哦，那，你今晚？是，我们说好要回来一起吃饭的。哎，我不是要逼着你陪我吃饭。哦不，是我的问题。我本来答应你的，说我回来就。你答应我，一回来就要给我打电话的。但其实今晚我没空，下次吧。哦，你先走啊，我在这还有点事。好。等下次我俩有时间的时候，我约你。好，那我先走了。拜拜。您好。对。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病房？在里海大学读研，硕士多读了1年。今天图书馆门口真是上演一出大戏啊！你说你不清楚是什么物流大学这种企业吧，居然在外面给人当小三儿，还被人女儿打上门了。哪家这么厚的新主办，哪看着像骗这帮穷学生呢？
智海通远集团创始人，曾在远洋船舶上服务多年，从实习生开始做起，3副、2副、大副，直到成为船长。回顾这段经历，丁志波总是骄傲不已。这段经历让我具备了大海一样的胸怀、钢铁般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可以让我在今后的商海搏击中始终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企业的命运就像一艘船，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激流暗涌。人的一生也是这样。丁志波刚上大学的独生子，在国外遭遇车祸去世，噩耗袭来，丁志波夫妇悲痛欲绝，但他告诉妻子：“我们。”丁志波刚上大学的独生子，在国外遭遇车祸去世，噩耗袭来，丁志波夫妇悲痛欲绝，但他告诉妻子：“我们失去了儿子，智海通远就是我们另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所以打你的人不是他女儿，那会是谁呢？这明明不是可以写得很好吗？早上点心可以少挨多少骂？是，那也不是您教导有方，对我大有裨益嘛。申请协查，你这是干什么？师傅啊，虽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帮我们核实了夏邑的不是这个彭熙立派的护照真实性啊，但是我打电话问了他入境时候填的那个联系人号码，是一旅行社导游，对他根本就没印象，而且从他入境之后，没有在任何的派出所留过登记记录，没住过酒店，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没坐过火车，这有点太奇怪了吧？所以我想来想去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还有一个中国身份。所以你想在国内的户籍资料里找到这个人？啊，这不但我得批，还得一直上报到市局。我知道，但是咱们都查到，为什么呀？啊，完全可以把这个线索同步给刑侦的同志，让他们继续跟进。你就是揪着不放，你是觉得你被他骗了、耍了，没面子是不是？我不能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啊，师傅，但现在这个事儿他已经跟面子没有关系了。师傅，导弹他们遇到的那个受害人就跳楼那个，被他们给救回来了。简雷雷呢？我那天亲眼看见简雷雷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多绝望。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我再坚持一下，我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全救回来呢？我明明接触过这个彭熙立派啊，我都离他这么近了，我感觉我马上我就能够着他了。我现在如果就这么放弃了，万一刑侦那边的同事一个没留神，没注意到他呢，这孙子不就跑了吗？哎呀，我不知道咋说，我得对得起我身上这身衣服呀，师傅。要不我晚上我睡不着觉，真的，师傅，我这几天我晚上我一闭眼，我全是毒螃蟹，全是救援队，全是彭熙立派，又什么夏邑的，我都快逼疯了，我已经快被他。别给我丢脸！
我觉得可以王队并案处理了。人到了。好，交给您了，你们继续。蔡志宇，别人叫你蔡蔡，对吧？说说你搭建的这个汇利币融吧，怎么运作的？网站上这个电子货币的走势，都是你们虚构的，对不对？无论是涨是跌，你说了算。我看你以前也是大厂的网络工程师啊，做这么个小网站，屈才了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很聪明，和客户聊天，用感情拉他们入局投资是一伙人，操纵网站走势是一伙人，转移资金又是另外一伙人。客户的资金不通过网站，而是直接打到另一个银行账号上。你作为这个中间的环节，既不接触资金，也不接触客户，看似是最安全。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最先抓到的是你？你以为用多层代理、隐藏了 IP 地址，甚至跳板到国外服务器，让我们找不到节点日志，你就安全了？汇利币融的网络域名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你呀，肯定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域名。我没有，我不是用自己的邮箱去。你的确没用自己的邮箱，你是找人在网上买了个境外邮箱。但是雁过留痕，我们通过域名找到了买家，就自然找到了你。你真是太不小心了，一心只想着同伙的安全，却没有人顾着你的安全。认识吗？不认识。这个呢？这个你总认识吧？你们俩都合影了。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儿，我们盯你们不是1天2天了，也不是1个案子2个案子了。你今天可以谁都不认识，好好睡一觉，仔细回忆回忆，他是怎么把客户带给你的。想想你的上个环节跟下个环节都有谁，你想起来的越多，也就是他们的问题越多，你自己的问题就越少，明白吗？跟我走。彭鑫入境以后去哪儿？找到了吗？还没找到，但是那个出入境管理局说，有个姓李的警官也在找这个彭西里外。你把李警官的资料找给我。好，我现在就去。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看我这菜都凉了。那我给他打个传呼。他骑车怎么看呀？我你这。亲，我也要吃。你个小馋猫你。我爸来了。肯定是你爸呀。喂，到哪儿了？我是，您哪位啊？